大家好，我是郝方舟。大家好，我是赵小凡，我们是古语，谢谢大家。特别开心，又来给大家演漫才了。哎，你有什么想演的吗？这一赛段？其实我一直想演电视剧《三国演义》哦，这个国民级电视剧了啊，大家应该至少都刷到过吧？那你有哪个喜欢的角色呢？我先陪你演。哦，我最喜欢角色其实是曹操。哦，曹操很多人都喜欢这个的，一代枭雄，有一种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那种霸气。我确实很霸气，是吧？曹操其实我也很喜欢的，你也很喜欢。曹操就是那个别人杀你，你掉血，你可以把杀拿走，三国杀呀。好好演一下电视剧可以。你喜欢哪一段？陪你演。曹操这个人生性多疑，他跟自己周围侍卫说：“我睡觉谁也别靠近我，我好梦中杀人。我在营帐里睡觉，你来叫我起床。”哦，我来叫你起床。这谁不想杀人？假期别让大家听这么晦气的声音，行不行？别用手机叫我起床，人来叫我起床。人来叫你起床。OK， 你是我人来叫他起床。哎，丞相，我问你一下，你刚给我摁这一下，意思是给我关了，还是10分钟之后再叫你？我意思是，你不要学闹钟叫我起床。人来叫我起床，然后我杀你。我人叫你，我不是生性多疑吗？生性多疑，明白了。曹丞相，曹丞相，曹丞相，咱俩谁多疑呀？你再给第一排观众撞死！我生性多疑，你生性多疑。我杀你，你不能这么谨慎。我不能这么谨慎。我杀你，你要不在乎一点。不在乎点，明白。不在乎一点。你是我不在乎。曹丞相，哎。曹丞相，哎。曹丞相，嘿，你挺会呀。那别演这段了。你刚才不是也喜欢三国吗？我也喜欢三国啊。那现在是我陪你演一段。那你最喜欢哪个人物呢？我喜欢诸葛亮。哎，诸葛亮我也很喜欢。你也喜欢诸葛亮？诸葛亮就是那种你没排他，别人不能杀你，该你三国杀了。不是，虽然我刚才演你那边是我这样那样，你好好演。你知道自己在这样那样。你好好演，好好演。诸葛亮，你最喜欢哪个桥段？我来陪你演。诸葛亮，我其实很想演那个空城计那一段。空城计就是面对司马懿的大军，诸葛亮和小童两个人在城上使出空城计，就演这段。诸葛先生，司马懿的大军已经压过来了。他们到哪儿了？他们已经进城了。进城还怎么空城计啊？没进城就在城外面。他们还在城外。他们有多少人马？他们有骑兵5万，步兵10万。还有1万坦克。哪来坦克啊？还有坦克？没有坦克，就15万人啊！他们有15万人呢。我方有多少人啊？我方只有5个人。行，那我方人也太少了，怎么办吗？哎呀，那没办法了。只好用计了，去传我的号令，打开城门。传诸葛先生号令，打开城门，全军出击。全军出击打得过吗？5个人打15万人。诸葛先生听起来不是很信任我兄弟5人呢。一副打得过的样子。司马老贼，受死吧！丙先生输了，你搞这么帅干嘛？输了你在以为你都给杀了呢。15万。哎呀，那没办法了还是按原计划用空城计。去拿我的琴来，我要抚琴。先生您要抚琴？那先生，我想听那个赵雷的《成都》。你点上歌了。赵雷的《成都》合理吗？先生，咱们是蜀国的，听《成都》是不是很合理？行吧，来吧。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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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再来一个马迪的《南山南》。没完了你！完了，先生，他们没中你的计，10万人朝咱们冲过来了，他们已经冲进城了。怎么办啊？没事，先生，不要惊慌。
我把后门打开，15万人没刹住车又冲出去了，有病了！空城。哎呀，别演这段了，演你那边，演你那边。哦，演曹操这个。曹操，你还有没有想演的？曹操这个人其实也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有一个典故叫望梅止渴。望梅止渴，就演这个。丞相，弟兄们都渴了吧？哎，回丞相是渴了。哦，还好我自己带水了。不能自己带水，不能自己带水，不可以自己带水。老板给我拿瓶矿泉水，我扫你啊。也不能买水，也不能买水，不可以买水。老板换成啤酒，我扫你。啤酒更不能买了，哪来的小卖？渴了来问我，问你怎么办？问我怎么办？哎，丞相，弟兄们都渴了吧？对，丞相渴了怎么办？大家不要惊慌，前方就有一片梅林。哎，哪儿有午餐肉啊？梅林午餐肉是吗？兄弟们看，前方一片梅树林。哦，丞相前方梅树林。对，梅树林，你让我们看什么呀？兄弟们看，前方一片有树林。哦，丞相前方有树林。对，有树林。你刚说梅树林，前方有梅树林，有梅树林。不是丞相，到底有梅树林啊？有树林，有不是丞相，你这样颠来倒去的，弟兄们都被你搞乱了。哦，被我搞乱了。哎，这样吧，咱俩各退一步啊，各退一步。前方有树林，有树林，也有午餐肉。没有午餐肉，不是丞相，是梅林午餐肉。没有梅林，丞相没有梅林吗？哦，没有梅林，咱怎么演望梅止渴呀？别演这段了，不演这段啊，最后再演一段吧。那最后咱演一个诸葛亮跟曹操都有的，两个人都有，就是草船借箭。OK， 先演诸葛亮那边。好，诸葛先生，我们与那曹军水上交战，不知道用什么兵器最好呢？水上交战果然还是弓箭最为合适。哦，我与先生不谋而合，那请先生10天之内造10万支箭给我。哈哈哈，10万支箭可不需10天，给我3天就能造好。嚯，先生够造的呀！哪儿来这句啊？先生太造了，哪儿来的没有这一句？哦，哎，给我20艘船，上面要扎满稻草人。先生，请看，20艘船在此。好，上面已经扎满了稻草人。好，这什么表情稻草人啊？这是，还有这个动作稻草人呢？这什么动作稻草人啊？先生，你站这儿。还有我位置呢，给我射死了！我要草船借箭。你不上船吗？我要草船借箭。哦，我打算呀设计一个恋综，这样男嘉宾女嘉宾一见面直接亲嘴儿。恋综，你讲人家七夕段子干嘛？你要借鉴的吗？哪个借鉴呀？这段多好，是不是？我还草船致敬呢，干咱这行能干这个吗？演你那边，演你那边。哎呀，丞相，何事如此惊慌？哎呀，丞相，对面好像打过来了，江上来了好多船呀，上面好像站满了人。站满了人，他们第1排是这样，第2排是这样的人。我是你吗？第3排我就看不见。没有这样，就正常的士兵。正常的士兵。丞相，江上来了，一船上面站了好多的人啊。哦，他们有这样的。哦，这样的。还有这样的。刚才没有这样的啊，刚才很清楚，刚才没有这样的。丞相雾茫茫的看不清，我感觉他们好像是来偷袭咱们的。他们来偷袭我们，那放箭，丞相要放箭射他们。放箭。可是丞相，我担心他们使用草船借箭的计谋呀。这个计谋你怎么知道的呢？丞相，我听他们说，他们好像是来取箭的。他们来取箭的吗？那你们取箭码报一下。哪来的取箭码？就传我号令放箭。传丞相的号令放箭。放箭。咻啪咻啪咻啊！哈哈哈哈！真扎着人了啊！哈哈哈！曹贼，你中了我诸葛亮草船借箭的计谋了。还扎着诸葛亮了是吗？是啊，谢谢你的箭。哦，刚才这个是诸葛亮呀，够了吧你？谢谢大家。对，今天讲讲我单身时候的事儿啊。大家能看出来，之前单身了很长一段时间啊。那段时间很绝望，因为想谈恋爱找不着人，就我对同性啊，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异性对我啊，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但是我为脱单做了很多的努力，就是你要脱单，你首先你要认识人，对不对？我那时候比较宅，我认识人的方式就只能是在游戏里认识人。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玩吃鸡类的游戏，
就那种枪战类的游戏。我发现里面有一些男生特别喜欢撩妹。他怎么撩？比如捡个好的装备，他不是自己留着，他主动问人家女孩，他说：“哦，我这有个6倍镜，你要吗？”一般人都会说要，然后这个男生会开始他的骚操作。想6倍镜啊？叫哥然后会撒娇的人不会人家会说：“哎，好哥哥了，最爱你了，么么哒。”你别说6倍镜，命都给他。对面撒娇这个人都不一定是个女的，但不管，命都给他。我也遇到过这种男生，上来就问我：“6倍镜你要吗？”我说要。他说叫哥哥，我当时心想，终于到我了，看我怎么征服你啊！我说只要你把6倍镜给我，你不仅是我哥，你还是我大哥。大哥天，大哥地，大哥能顶天立地，大哥风，大哥雨，大哥能呼风唤雨，你是我的好大哥，有房有车，谢谢大哥。当时就大哥就被我镇住，二话没说，掏出个手雷就把我炸死了。他6倍镜没给我，我命给他了，我气死了，气得我哮喘都犯了。但是很快我就冷静下来了，我说可能确实说话有些刚硬了，但没关系，我是个非常好学的人，我就上网找那些教怎么撒娇啊，教怎么温柔说话那种短视频，我一宿一宿看，我都不睡觉。我觉得学的差不多了，又进游戏找那个男的。我不是可是他一个人祸害啊，我就是做实验。你做实验你不得控制变量吗？我是个非常严谨的人啊，我觉得玩的差不多了，可以向他输出我的学习成果了。我说，爹爹，你开车带着我，你队友不会生气吧？队友可真修不上我，只会心疼。那男的开着车从悬崖冲下去了，嘴里还喊着要跟我同归于尽。实验证明撒娇有用，都殉情了。但是在游戏里认识人确实就不靠谱。不靠谱，你还是要在现实中去认识人，去社交。我朋友就拉着我去社交，去夜店社交。我开始很天真，我觉得在夜店社交非常容易，因为你看不见，你也听不着。但是我真到了这夜店之后，我发现不是那样的。就夜店，它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地方。就夜店门推开那一瞬间，我都震撼了。我说这个就是阴曹地府嘛。灯是绿的，还冒烟儿，跟那个86版《西游记》里阴曹地府一模一样。我当时我都想，我说我来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早？但是我钱都花了，我得坐一宿，然后我就坐了一宿。我那个朋友喝了2杯就倒了，咱不知道为啥那天他倒那么快。然后有一个男的就跟牛头马面一样，就过来了，要把他带走。我死命拦着，死命拦着，我都忘了我是去社交的，我不是去当保镖的。结果拦着拦着，一个手搭在我肩膀上，我一回头，我朋友就这样瞪着我，然后跟我比口型，说别拦着。我知道他为什么有对象了。人单身的时候，其实我不怕单身本身，我怕有人催婚。我父母不催，但是有人催。我老家隔壁有个大姨，平时我也看不见她，我就过年过节的时候偶尔能碰上她，但是她真的很关心我。每次看着我，结婚了吗？
生孩子，怎么还不结婚生孩子呀？这个女人呐，过了25就不值钱了。我说呸，呸呸呸，大姨，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嗯。主要我真的挺烦他的，因为他不仅催我结婚，他还催我离婚的父母复婚。主要是我爸已经再婚了，我就感觉他就是见不着东西担着。他最讨厌的植物就是牡丹。他最讨厌的动物是丹顶鹤。最讨厌的人是我跟我妈，最讨厌的节目是《喜剧之王》单口记。他一点品味都没有，但是我还不能跟他顶嘴，我要跟他顶嘴，他还有一套坑啊！你现在不结婚生孩子，那老了之后谁管你呀？我这么说都是为你好。我说谢谢您，谢谢您。我妈都没这么为我好过。你才是我妈吧？你是我大妈。大妈天，大妈地，大妈管天又管地，大妈风，大妈雨，大妈听风就是雨，大妈不跳广场舞，句句都是为了你，谢谢大妈。你们就好看整活是不是？但是我说实话，他自己婚姻也不是很幸福。他劝我结婚，可能他觉得祸不能单行。我一直认为结婚和不结婚，它就是个个人选择，无所谓，你自己幸福就好，对吧？你快乐就好。他不是，他就像是你在那做题，他跑过来跟你说这题选 C， 这题绝对选 C。我说这是个主观题。人生就是个主观题。我想结婚的时候，我自然会结婚；我不会撒娇，我就不撒娇；我不想蹦迪，我就不蹦迪；我想上价值，我就上价值。我不想上价值，我就下台。谢谢大家认明。哎哈喽，大家好，我叫谢谢，我现在是一头大学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住酒店拿外卖一定要带房卡。我有次在酒店点了个外卖，那个外卖机器人特别有边界感，停得离我特别远，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去偷对门外卖呢。当时我只能一只手顶着房门，一只手伸出去够外卖。拿对空同时要点击关门按钮，我就一只手顶着房门，一只手拿着外卖，一只手点击关门按钮。关门按钮，名不虚传，一个按钮能关俩门。我给外卖签收，我这房间给我拒收了。我在外面很尴尬，我的 OOTD 是一件朴素的黑色卫衣和一条亮蓝色的紧身大秋裤。站在走廊里像个迷路的变态，还偷别人外卖。我很懊恼，我说怎么穿着秋裤就出来了？但我有点庆幸，我说起码还穿了秋裤。我想要回到房间，唯一的办法就是穿着我的紧身蓝秋裤，下楼找前台要张房卡。这时候我开始做那种心理建设，我说有没有可能，只要我足够自信，他就不会以为我穿的是我的紧身蓝秋裤，他会以为那是一件布鲁莱蒙。但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布鲁莱蒙它不开口。我说这个关门按钮少关了一扇吧。很生气，都赖那个机器人。你一个外卖机器人，送不好外卖，光气人。我很烦，从他接他电话，我就感觉不对劲儿。一接电话跟我说什么，你的外卖到了。
很割裂，朋友们。外卖员没有这么讲话的，外卖员给我打电话说都是：哎，你外卖到这个饭门口，能说拿吗？哎，你的外卖到了，你高兴啥呀？那不我的外卖到了吗？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机器人老用小孩的声音说话，对吧？然后一接电话，你的外卖到了，就我感觉我在雇佣童工，有一种负罪感。我混蛋的外卖送到楼下，我不下去拿，让小孩给我送上来。我有时候都想要不干脆这个外卖就放他肚子里吧，算是咱们给孩子的。除了外卖机器人以外，我之前在路上遇到过一辆运共享单车的大卡车，他也用小孩声音说话，开着来了句说：“我要靠边停车了，请让一下。”太震撼了那个画面。你们见过擎天柱穿肚兜吗？啊？夹子音擎天柱，汽车人变形了。你感觉他跟威震天打完架，跟人家说你再也不跟你玩了吗？太奇怪了，你大卡车学什么小孩说话呀？你是卡车，你不是宝宝巴士。你卡车装哪门子可爱呀？你就用你最匹配外表的那种粗犷的声音说话不就行了吗？让一下，要不停你身上。不理解为什么，所以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这种机器人电子音用小孩的声音，它本质上就是通过装弱势群体来博取同情，从而获得特权，对吧？因为大部分人会选择不跟小孩一般见识。卡车往路边一停，后面路全堵死了。当他跟你说我要靠边停车了，你就感觉停吧，小孩不懂事停着玩的。酒店机器人一进电梯，跟你说，请把中间的位置让给我。你就感觉行吧，孩子想站中间站中间吧。但如果我想象了一下，如果他就用正常的成年人声音跟我说话，我会怎么反应？一进电梯说，请把中间的位置让给我。不让。啊，电梯你家开的，能坐不能坐，滚出去。再废话，给你轮拆了。坐个电梯一个劲儿往里挤。外卖送到门口，你不往前送2步了啊？对吧？我觉得大家对于正常人是没有那么多包容度的，你只有装的可怜巴巴的才会骗到大家的同情心。这种事情在人类社会中经常发生。大学生心疼阿姨在寒风中迈鹅腿。根本就是装出来的弱势，全是假的。那个机器人也是，他就光嘴上说请让一下，实际上我不给他让，他也往里挤。啊，还舔个脸在那问呢，说没有挤到你吧？你都压我脚上了，对吧？太假了，我感觉特别像我们生活中那种非常讨人厌，但还老爱说自己是讨好型人格那些人们。你们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吧？啊，你光说呀，你讨好啊。我就认识一个演员，老爱说自己是讨好型人格，实际上老讨人厌了。我觉得他本质上就是一个 NPD， 他说自己是讨好型人格，属于是 PND， 骗你的。一录节目就装得特别谦卑，可怜巴巴的台上说什么来录节目非常紧张，因为我总是自我怀疑。我见过他私底下自我怀疑的方式是问，说我怎么演出这么炸呀？不光怀疑自己，也怀疑别人，说他们怎么都没我炸呀？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看过他的演出，不炸，是吧？我理解炸应该观众哈哈哈哈哈哈，他那个观众是他那个在我们这一般叫温，他这个要是算炸场的话，当年关羽就是炸酒展的华雄。子曰：“炸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马天宇那歌唱的就是我这该死的炸柔，太假了，我不会整这一套。我来录节目就是真人秀环节，我就秀真人，然后全让人剪了。去年那节目你们就看去吧，镜头老少了。一开始说我什么黑马新人，到后面我说我镜头呢，我不黑马吗？怎么我一个黑马的镜头时长，它如白驹过隙啊？一期节目下来，真人秀镜头还没有李家俊多。李家俊是林简期的发小。很难受，但我现在像刚才我说的那种假人装货，他们反而能够骗到很多关注，能够站在聚光灯中央，把我们这种人挤到旁边去。我不服，我想对他们说一句话，是我跟机器人学的，就请把中间的位置让给我。讲这些大家。哎，大家好，王灿。大家好，我是大队长。我是安全出口，大家好。哎，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那种博主，那种这个旅行地陪博主，有没有刷到过？上海蛮多的。说白了就是兼职导游。哎，我觉得这个行业现在也挺好的。是。哎，就是我是个东北人。哦。现在东北旅游，说实话也挺火的。哦。哎，我就想有没有一天我能回到东北做一个这个旅行地陪，宣传一下家乡文化。哦，你也想干这行？哎，但没什么经验，你能不能提前让我演练一下？行啊，我也没去过东北。哎，正好，那你说你是我的客人，我来接你。好吧，可以。喂，你好。哎，那个我到了。哎呀，你是那个大先生是不是？哎，是我。哎呀，等你半天了。哦，哪个是您呀？门口哪个？就捧你大照片那个。放下。太晦气了吧啊！放下啊！那我放车前面了啊！放车前面不更晦气了吗？那车不成灵车了吗？你车牌号告诉我，自己找行不行？啊，车牌号啊，那个7749。哦，7749啊。没有7749啊？咋没有77？哎，哦，是你吗，兄弟？哦，是我。这不这个吗？哥，你这不 QQ49吗？啥 Q7749？阿波茨德 G77不知道？谁这么念车牌号啊？哎，你好。哦，你好。这是干嘛呢你？逗狗呢？你在这儿？开个玩笑，破冰啊！我录个视频行不行啊？行。现在不是比较流行嘛？这挂个那个小摄像机拍个 loft。vlog。拍什么 loft 呀 ？vlog 啊，就那玩意儿，你知道吧？行。咱们刚下飞机啊，舟车劳顿是不是？有点啊。啊，我都给你安排好了，是吗？咱们直接奔这个东北洗浴怎么样？哦，搓澡是不是？哎，好啊。那咱走。走，上车。上车啊？没车啊？没车，那个 QQ49是？这路边的。这路边的啊？那你怎么来的？我坐地铁来的。你坐地铁来的啊？你捧着我大照片坐地铁来的？欢迎你吗？不是？哪儿这么欢迎别人呢？欢迎你啊！咱们那个进去，咱们搓澡好不好？哦。哎，之前有没有搓过澡？没有。没有啊？你要这个盐搓、醋搓还是奶搓？我也不懂啊，啥叫奶搓？奶搓就是李乃文给你搓。他给我搓干什么？老师傅手艺好，你让他歇会儿吧。你搓，我给你搓啊。那你要轻一点还是紫一点？轻一点，紫一点。我纹身来了，就力气轻一点啊。这行不行啊？行，可以啊。哎呀，哎，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啊，我是干那个。不想知道你就别问，行不行？是不是健身教练？不是啊。那我看你这背练挺好啊。哦，能看出来啊。你的长三角特别发达。倒三角啊。长三角本来就很发达呀。倒三角。倒三角啊，练得好啊。谢谢啊。你这个斜方肌也特别大。不会夸少夸啊，少夸。羡慕你们这些身材好的。谢谢。哎，头稍微抬一下啊。给我敷个面膜。哎，不知道谁的裤衩，不知道谁裤衩你放我脸上，你怎么这么不卫生呢？你这个人，你别给我搓了，行不行？不搓，太不卫生了。那泡会儿行不行？泡会儿，我不给你搓了，好吧？
先搓后泡啊？哎呀呀，这个池子啊，哎，你别踩大爷！这儿有个大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你别踩大爷呀！哦，这儿有个大爷，不好意思。哎，你别踩大爷呀！全是大爷，泡澡还是泡大爷来了？对，没事，你稍等一下啊。哦哎，我就问一下。哦，哎，大爷，请把中间的位置让给我。让给你干啥呀？不泡了，别干扰大爷了，走吧。走吧，不好意思啊，人太多了，今天。这不怪你，那咱们上楼按个摩，好吧？行，走哈。走，穿衣服走了。我把这个先关一下啊。现在才关呀，老头全拍进去了。不好意思，我不怕。哎，按摩，不好意思，咱们这个按摩给你介绍一下，特别有特色，是吧？你看这个中式，哎，泰式，上海式。上海市是什么市？直辖市。没问你这个我知道。我问你上海市和中式有什么区别啊？就是价格翻了1倍。给你点啊。这换一个。这个梦回大堂是什么项目？你挺会选啊，是吧？梦回大堂是咱们的特色项目。哎，就是这个按摩，哎，手法特别棒，能给你按睡着了。睡着，等你一睡着啊，给你扔楼下大堂去。哪个大堂？梦回哪个大堂？这太吓人了，你是恐怖项目啊！泰式啊！那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干嘛？咱们这个技师也比较特殊，是吗？是那种那个残障人士啊，盲人按摩，聋人按摩，吧？啊，听不见你说话，这能看见就行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那我帮你安排啊，行，稍等啊，聋人按摩啊，请进。啊，不对。你好，哎，你好，哦，您是8号技师 ，OK， 您听不见 ，OK， 啊，哦，请，哎，有点疼，师傅，哎，不是，轻点，哎，疼，谁给你按开心了？疼了，你劲儿使小一点。哎，劲儿使小，哎，干嘛呀你？我让你劲儿使小点，这样，哎，OK，我健身，是，哦，谢谢，哦，你也健身？哦，厉害，练8年了，厉害，每天早上起来跑步，睡得也很早，吃的也很克制。你话怎么这么多呀你？你说话和按摩冲突，你知不知道啊？什么啊呀？你别按了，换个人给我按行不行？换个人。OK 啊，我给你按呀，够了呀，谢谢。哎 ，Hello， 大家好，我叫胡来，你们好吗？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少儿吉他老师，教1、2年级的小朋友啊。我就特别害怕有些家长啊把孩子拎过来，是他们周末没时间带了。因为我们琴行不卖课时，是你买一把吉他随时来，我们随时教啊，明白了吧？所以那些家长一看说，哎，这儿托管孩子送吉他，一到周末就把孩子寄存在我这儿，我都要下班了，他也不来接，忙忘了。我刷着他爸发了条朋友圈，说我家孩子丢了。我就给他打电话，你儿子在我手里，就也顾不上孩子好不好好学了，因为有时候把孩子送过来啊，连吉他都不带。我是干上育儿嫂了，不是你学吉他不带吉他，
京中有善口记者。后边开始直接拿我手机玩游戏了，他妈妈还问我说我儿子琴练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呀，上海市第7高渐离了。爸爸妈妈没时间带，爷爷奶奶就更沟通不了了啊！我说孩子来上课还是得带吉他吧，他爷爷说带啥吉他呀？你这不都是吉他吗？你随便拿一把给他用呗。我开的是琴行，又不是网吧。孩子一进门，网管9号吉他开2小时。那天下午，孩子感冒了，他爷爷叫我带孩子去医院，特别生气啊，说你给我孙子教感冒了。我是拿花洒教的嘛。我就不理解这些爷爷奶奶，非要催着自己孩子生孩子，说生完了我养，结果生完了都是我养。很多家长会觉得吉他不是什么正经爱好。我之前遇到过孩子说想学吉他，拉着爸妈进来，我都想上去介绍了。他妈妈说：“哎，那吉他学了以后能干嘛？以后出去要饭吗？”不是学吉他要饭怎么了呢？你都出门要饭了，扛钢琴多累呀！城管来了你都不好跑。他不支持孩子学嘛，就问我，就挑我各种各样的毛病，问我最便宜的吉他多少钱。我说你要诚心要啊，800。他盯着我，100卖不卖？你打发要饭的呢？我说卖不了。他把工匠精神出来了，说儿子走走走，回家爸给你做。吉他有啥难的呀？找块木头刨个洞，拉2根弦不就完了吗？我说那个叫二胡。很多家长都会有那种乐器歧视啊！之前甚至有家长跟我说，吉他都没有什么正经的演出服，像人家弹钢琴、拉小提琴都要穿西服。我说人家钢琴是乐器之王，是因为人家音域广、上限高，不是因为他卡穿搭。你要是这么喜欢穿西服的话，你去萨利亚当 waiter 不就完了吗？也有那种啊，孩子对吉他没什么兴趣，家长硬要培养的情况。但其实家长也不太了解，经常就是拉着孩子进来说：“宝贝儿，咱们学吉他啊，以后啊当郎朗。”我说咱学吉他应该是当不了郎朗，郎朗学吉他都当不了郎朗。他逼着孩子学嘛，那个孩子积极性就特别差，到了琴行除了练琴啥都能干。我之前带过一个小女孩练吉他练一半，摸了本数学作业出来，藏吉他谱下边偷偷做。我以为他看漫画呢，我说看啥了？没收了。黄冈小状元，不是琴行里怎么能做数学呢？放纵餐怎么能吃沙拉呢？我第一次没收到本课内书，小状元都惊了，说没收我吗？你知道我是谁吗？我黄冈，我大哥是衡水，你还没收上我了，你个小雅马哈！我就跟他妈妈商量，我说不行，孩子好好搞学术吧，在我这儿别耽误了。结果他妈妈说，孩子就是得全面发展，你别说学吉他了，他周末还得练跆拳道呢。哎呦，我就特别心疼这个孩子。在道馆做题得多困难呢！很多家长都会说，哎呦，我们那个年代最羡慕的就是班里那些会特长的孩子。你羡慕你就自己学呀！你现在不学，等你以后60了，别的老头都会拉二胡，你只能在旁边撞树，在旁边自拍。人家是弦乐，你是打击乐。很多家长都是这样，会逼着自己孩子去学一些兴趣爱好，来弥补自己小时候没有学的遗憾啊！孩子又是学吉他，又是跆拳道，又是钢琴，又是奥数，你咋这么多遗憾呢？你小时候干嘛去了？你该不会有个快乐的童年吧？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胡来，祝你们天天开心。谢谢大家，我是徐指导。不是谢谢，换了件衣服又上来了，好不好？哎呀，
这轮给大家分享一个难以启齿的事情。我6岁的时候被家里强行报名学过1年拉丁舞，能看得出来我家里也没空带我啊。我当时就这个身材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老师超级震撼，就看着我的2位家长，你们怎么理解的拉丁舞？为什么拉个壮丁来跳舞？这个糟糕的决策是由我妈提议，我奶出资。我奶亲自看我跳了1次以后，决定撤资。我当时跳的差到我在班里都找不到合适的舞伴，老师每天在班级前面说，同水平的一个女生一个男生搭档成舞伴，互相学习，互相跳。看着我说：“你先对着镜子跳。”我说：“那老师，等会儿第一个动作我俩谁先跳啊？”直到过了2个多月，班里新转进来一个，我跟他勉强成为了舞伴，水平可以说跟我是不分伯仲。我为什么说勉强呢？性别也完全一致。就我们2个男的跳的差的有点高山流水了，相得益彰啊！就老师那个拍，我俩拍跟不上，但我俩错的拍在一起。就我俩简直可以说是拉丁舞界的一对卧龙。我说这哪是新招进来的，他是镜子里那个我出来了。他从镜子里出来之前，我俩只是一对卧龙卧。后来舞蹈班办了一场内部的比赛，家长们都来看了。我跟龙卧呢，设计了一个动作，就是我俩跳一半的时候撒手，然后转圈再丝滑的拉回来。那天我俩是在第2分钟撒的手，比赛结束后才找到对方。那天就是投资人我奶亲自看的那场。来之前他听说我找舞伴费劲了，但是没想到在台上找啊。看着我跟我的舞伴在台上越找越远，双向辜负。说这舞伴之间确实会形成独特的磁场，这个同性它就是相斥，是吧？我在台上找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看台上很多家长那个目光已经不看自己孩子了，在那好奇了这是谁家孩子。很快他们全知道了，因为整个看台上就我奶一个低头不看我的呀。不知道为什么。那年我的奶奶开始自学舞蹈，我去看了一次，受了很多我的影响，死死地抓了他那个舞伴我的爷爷徐德伦先生，在那娴熟地操纵我爷旋转，这使劲的伦德伦呐。别人家老头都抽陀螺，就我家老头当陀螺。我爷每次跳完舞回到家，身上一滴汗都没有，全让我奶甩干了。但我挺羡慕他俩，岁数挺大，找到了自己的爱好。2年前，我被公司派到海南那边上班，我也想找一个爱好。我考了一张潜水证。各位，你知道潜水证这个爱好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人听完了以后会让你来一段，没有亲戚饭桌上听完了以后说那个把你家浴缸打开吧，咱们开始。我当时刚好是工作把我调到那边，我干的也挺迷茫，我就想报个潜水，然后远离一下。结果到了那个潜点，发现离我公司直线400米。我都怕我潜进公司下水道里。我们那个教练还挺热情，说感谢各位啊，远离自己的工作来这儿学潜水。我说你给我手机套个防水袋，我在这海底下，我钉钉可以打卡。而且我胆子实在太小了，很不适合这个运动。我第一次到岸边，我全是顾虑，我开始担心鲨鱼会吃我。我们那个教练太会安慰人了，他说你放心，这个鲨鱼它不爱吃人，它最多就尝一口。我说你这么说我就不怕了，原来我怕的是鲨鱼暴饮暴食啊！这叫什么话？你说我怕的是鲨鱼吃到我，我又不是怕鲨鱼吃完我。你不能说给我吃的就剩1条腿了，我上来说没事啊，各位，他吃不完啊，他吃不完。而且各位，我觉得鲨鱼不爱吃人，觉得人类难吃，这就证明不了潜水这个运动安全。就咱们一块想想，你说咱们都不了解那鲨鱼什么性格。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如果吃到一个特别难吃的东西啊，我肯定会想办法让我的朋友们都来尝一尝。我教练说你放心吧，鲨鱼不会尝你，鲨鱼最喜欢的食物是海豹，而咱们大多数人类呢，脂肪含量比较低，是安全的。
我说你带我来啥意思啊？我穿上潜水服也很像海豹啊。海豹是个体脂率40%的哺乳动物，而我作为一个体脂率35%的哺乳动物，但凡今天有一条鲨鱼想吃减脂餐呢，我为了克服恐惧，我开始在岸边刷一些潜水的那种照片、视频什么的，都很好看，但我越刷越害怕，因为我刷了几个，我发现这些潜水的人都是一些身材很好、很瘦的发的照片。我说那些潜完水的胖子都哪去了？是我想的那样吗？啊！我甚至看到一个帖子，简直骇人听闻，说潜水适合胖子减肥，半年轻了10公斤。我说你说清楚，你是半年逐渐轻了10公斤啊，还是一瞬间轻的呀？我现在感觉这个帖子有问题，我有阴谋论了，我怀疑这个帖子是鲨鱼发的，这该不会是条钓人帖吧？啊！我现在拿潜水证2年了，就用了1次，就是写这篇稿。因为其实我2年前是心情不好才去潜水，当时喜单1，然后我没选上，没要我，身边几个朋友都来了，就人家都来上海了，就我上海里了。他们安慰我说：“你像那个被贬到海南的苏东坡。”哎，我真的我很想问问苏东坡，你当时在海南写东西没人看到，你难过吗？就你定风波里难受的说什么回首向来萧瑟处，是不是就是发现了这个王安石、黄庭坚要去上海录节目？也不用羡慕，没准那个黄庭坚到了以后说了太多话就被剪了，然后咱都。但你看1000年以后，我在喜单3的舞台，我提到苏东坡，大家都认识你，这就说明咱俩都从水里上岸了。这句我非常羞耻，各位。但你们看定风波最后一句就这个意思，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是说明即便是苏东坡啊，他到最后一句啊，他也得上价值。谢谢各位，谢谢你们。